这个世界有很多人都非常讨厌发国难财，但这些人他们同时又喊着自己穷，是因为没有机会。说这世界最赚钱的生意都已经被垄断了，难道我要去开一家什么台积电啊、苹果啊、亚马逊吗？我笑了。你知道美国的 NBA 是怎么教育这个世界最顶尖的精英的吗？他们教科书里面白纸黑字的写着，最近这100年以来最容易，也就是你闭着眼都能够赚钱的年份，就是1932年。为什么？因为这个29年到32年就是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期，也就是说，越是经济差，说句不好听的，大部分的人呢，不管你是什么律师也好，医生也好，都要到街上讨饭吃的时候呢，我们越容易赚到一笔前所未有的大财。简单来说，大家都没钱了，反而我们就可以越有钱，这个就是财富大洗牌。而且当我们有钱了以后，我们的财富和阶层将会被固化。简单来说，就是这个状态基本上可以维持个100年左右，所以才叫做富不过3代。而我们等了接近100年了，最近终于等到这个机会了。什么意思呢？大家好，我是扫地僧。当年的美国大萧条的时候，你只需要拿着几百万美金，你就可以到什么哈佛啊、麻省啊这些学校里面，随便的去挑几个人过来替你赚钱。因为当年的失业率是非常高的，有一份工作呢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他们会非常拼命的帮你赚钱。因为你这家公司倒了，他们就要重新的找工作了，一找呢可能就是1年，这1年呢就是完全没有收入的。然后呢，你出去租个办公室也是非常便宜的，甚至说是不用钱的，因为那个时候的空置率呢也是非常高的，基本上呢就会给你半年的免租期也是可以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当时的物资呢是非常的过剩的，简单来说就是卖不出去嘛。那么基本上你去拿货，成本呢都是非常低的，甚至你还可以赊账，先不给钱，因为那些厂商的货呢放着也是放着，那倒不如先给你去赚钱，然后你再把钱给他。也就是说，做生意和投资的成本呢都是低到极致的，甚至说是不用钱的。但是问题来了，经济差呢是有原因的，虽然说一切都很便宜，但生意呢也不是这么容易做起来的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的是1932年，因为这就是经济大萧条结束，也就是一切开始复苏的时候。而现在你可以看得到，过去的4年呢，全世界的经济都因为疫情啊、升息啊、战争、货币贬值等等变得很差了，对吧？你觉得应该快要恢复了，对吧？因为疫情都过去了，美联储呢可能也要快降息了，美国降息呢，其他的货币呢也不会贬值那么厉害了，而战争呢也有可能到尾声了。但是这一切都只是说是可能，而就算这些可能都发生了，这只是告诉你金融危机可能不会发生，但这并不代表经济的危机就不会发生了，这是2件事来的啊。而最重要的是，当我们觉得经济危机不会到来，是因为 AI 将会改变世界，给这个世界更多的新工作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在研究这些 AI 的世界顶级富豪，他们私底下都在做什么啊？囤粮食、买土地啊，也就是在布局经济大萧条的时候最重要的新的5大资产。因为只有布局了这新的5大资产，他们才可以在经济最差的时候有钱去抄底，有命的去掠夺财富。能听懂吗？所以危机在什么地方呢？什么是新的5大资产呢？我们先不要说怎么在经济萧条的时候去赚钱，最起码我们要学会保护好自己这些年赚到的财富，不要那么被动嘛。而我的影片 YouTube 呢，可能只会推荐给你看到1次。如果你希望把这一份缘分留住，如果你不想要错过这一切经济复苏的暴富趋势，你现在就可以跟我连接起来，免费的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如果说你怕自己听完以后没有执行力，那么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这样呢，影片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那么就等同于说是你的资产了。为什么印度神童还有无数的预言家，甚至一些未来人都在劝我们要开始囤积粮食呢？首先，不要总是把金融危机理解成经济危机啊，它们是不一样的。什么意思呢？简单点吧，金融危机呢就是金融不行了。为什么会不行呢？金融玩的叫做杠杆，就是借钱嘛。那么政府借钱，做生意的、投资的也要借钱，甚至说普通老百姓买个房也要借钱。而一旦这些借钱的人都还不起钱了，银行借出去的钱收不回来了，那会怎么样呢？
银行的财库里面就会没有钱嘛。一旦这件事情发生了，所有的人都会冲着去银行排着队把钱取出来的。那么结果呢，就不只是银行倒闭那么简单了，而是无数人的财富都会瞬间的蒸发。还有就是很多公司就会倒闭，无数的人就会失业，无数的房子呢因为还不上钱都被拿过去贱卖。这些后果你随便去搜一下就知道了。你可能会觉得很扯，因为你觉得钱放银行是最安全的，政府会去救嘛。实际上呢，08年的时候雷曼兄弟呢就真的倒了，因为救不了那么多嘛，反正要有人死的那就是雷曼了。那么虽然说金融危机很可怕，但这呢也只是因为钱的问题，那就还好解决，没钱就印钱嘛，然后把钱放到市场上就好了。所以一般的金融危机呢，也就是维持了1-2年左右。但这经济危机呢，它的问题就在于是产能过剩。你这样去理解，就是产品卖不出去嘛。很久以前呢，我们都是农民的时候呢，都是种田耕地的时候呢，那过去几千年就没有这种什么经济危机的，因为很简单，田和地就是这么多，就算再怎么大丰收，那也不会说卖不出去，大家都要吃饭嘛。所以以前的农民工作呢是很稳的，不会怎么失业的，最多呢就是累死。但后面人类就聪明了，发明了机器，很多人的工作呢就被这个机器取代了，所以无数的人就失业了。而且机器生产出来的东西呢，比人去生产出来快几倍啊！所以市场上呢就出现了大量的产品，但无数的人却失业了，没工作了，没钱了，所以大家呢都要缩紧裤腰带去做人的，省着花钱，不敢花钱，就算要花钱呢，也是要买最便宜的，甚至说就算很便宜，那也没有人去买的。你比如说美国是怎么富起来的？当时第一次的世界大战的时候呢，美国就卖军火嘛，然后就发了一笔大财，经济呢就重新的复苏起来了。那时候呢，只要你做了跟盖房子有关的，跟建道路桥梁有关的，跟坐车有关的，你都能发财啊。因为房子啊、道路啊这些都被炸了，而且当时美国的福特弄了一个标准化的流水线。简单来说呢，就是以前我们做一辆车出来，你可能呢就要去招一个对坐车很懂的工人，然后这个人呢，他首先要先慢慢的做个底盘出来，然后做个车灯啊、方向盘啊、轮胎啊等等之类的。这样一辆车弄下来呢，可能要1个月，10个这样的工人呢，可能1个月下来就只能做10辆车。但是这福特他直接就发明了组装汽车的方法，他把一个制作一辆车的过程呢，拆分成很多很小的工序，然后所有的工人呢，只需要专注于做自己的工序就好了。比如说现在有100个人呢，他只需要把这个底盘做出来，然后100个人呢，只需要专注把他的轮胎做出来。当所有的部件都做出来之后呢，就只需要把这些部件组装起来，合成在一起，那就可以把一辆车做出来了。这个呢就叫做流水线。这流水线发明出来之后呢，无数的人突然间就有工作了。以前做一辆车可能只需要几个懂坐车的人，现在好了，所有的人都可以参与坐车，因为你根本不需要懂得怎么去做一辆车，你只需要去操作你面前的机器，把一个底盘做出来，把一个轮胎去做出来。你这个人呢是不需要动脑袋去思考的，然后呢就可以完成这样一种单一简单的工作，就是你负责是烧铁的，那就烧铁就好了，打铁的就负责打铁就好了，你只需要参与制作汽车的其中一个小步骤，而不需要你一个人完全的把一辆车做出来。这样呢不但可以减低了成本，还可以提高了效率。所以当时其他的国家呢，他们100个人就只能做100台车，而且这100个人呢还是很难请的，因为他们都是很专业的，每个人都要懂得自己把一辆车做出来的。但是美国当时100个人呢，却可以做1000台车，而且他可以去请1000个人、10000个人，甚至100万人去做车。美国其他行业呢，也参考了这种流水线，也就是分工的生产模式。所以全世界都去买美国的东西，因为不但便宜，而且还做得很快。其他的国家我买辆车可能要排队等个几年，美国可能只需要等1个月。所以很多人都转行去工厂上班了。但是问题又来了，今天我发明了一个方法，以前1个月只能做100台车，现在1个月能做1万台了。但是整个市场上呢，想要买车还有买得起车的人呢，可能只有1000个。那么就算我能做1万台车，但还有9000台卖不出去啊，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呢就是产能过剩。也因为这样，无数的工厂呢，因为产品虽然说生产的比以前快了，但是做的太多了，然后卖不出去了，卖不出去呢就要倒闭了。所以呢，无数的工厂瞬间像骨牌一样倒闭了。
所有的工人呢都要失业了。但是这时候这些工人才会发现，自己失业以后原来什么都做不了了，因为他们在工厂里面就只是学会了怎么打铁，怎么上螺丝。以前失业了，那还是有一门手艺嘛。而现在他们其实跟一个无脑的机器没什么区别的，而这就迎来了美国最大的萧条时期，满大街都是需要食物救治的穷人。这时候当时的美国政府还信奉了什么自由经济的那一套，意思呢就是什么都不做，市场呢自己就会好起来的。那以前呢确实是这样的，比如说今年可能农产品大丰收了，所以市场呢就会自动的卖得便宜一点，这样呢就可以把货都卖出去了嘛。但是现在问题是，你做了无数辆车出来以后，然后呢大家都有车了，所以呢新车呢就没有人去买，就算它亏本去卖了，但也没有人要买啊。然后呢无数的工厂呢就熬不住，都一个一个的去倒闭了，无数的人呢都失业了。那么就算你有钱，你也还是宁愿的把钱放到口袋里面，不会去买车啊。所以你有没有发现，现在跟当年呢是很相似的，全世界很多地方的房价都进行调整了。比如说中国内地房子呢是越来越便宜了，但是内地的人呢依然是买不起的，买得起的也不敢去买，反而呢租房的人呢就越来越多了。然后车也是一样，越来越少的人呢去买车了。你可以看到全世界很多的名车都降价了，很多卖二手车的把车收回来，过了几个月之后都卖不出去了，然后就亏钱了。但是同时呢买黄金买白银的人却越来越多。大家都有钱去消费，但大家都不去消费了，宁愿把钱存着。而最重要的是，大家都不想要生小孩了，少子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生意呢是越来越难做，甚至说全世界很多的大企业都天量的裁员了。但是物价跟通胀呢却越来越高了，我们去看病啊，教育的成本也越来越高了，大家都越来越喜欢存钱了。也因为这样，很奇怪的是，我们从年头买的，无论是美股、比特币、黄金，或者是说前段时间买的港股，都有几波的暴涨趋势。为什么呢？因为在进入经济衰退甚至是大萧条之前，这些资产的价格将会进行几波拉升，尤其是美股。而这几波拉升所赚到的财富呢，将会是我们在大萧条抄底的本金。而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不需要去学习什么新闻解读啊、内幕消息啊、基本面啊、财报啊之类的，这些让你觉得很复杂的东西，因为其实大道至简，你学习的越多，你就会越乱。其实你只需要知道如何在价格上升和暴涨的趋势里面用最低的风险进场买入，如何在看错方向的趋势的时候做出最低风险的止损。你只需要找到一个有结果的师傅，你认可的系统，然后你跟着一步一步的去学，一步一步的去操作就好了。而我们投资玩的是一个大概率会上涨的游戏，我们玩的是高赔率的游戏。简单来说，就是今天抛个硬币，我不但会知道有60-70%的概率去抛出正面，而且如果我猜对是正面的话，我赚就赚100块。但如果那30-40%的概率让我猜错的话，我亏呢就最多只是亏1块。而我有一个大消息要宣布了，我们的股票商学院呢将会在7月1号的时候进行大涨价。到那个时候呢，你将会需要多额外的付出30%的价格才能走进商学院。那么如果你真的希望把这些学会，跟我和我的弟子一样，在不需要盯盘和非常低的压力之下连赚6到7位数美金的话，来我们结个缘。很多人说我以前的课程太贵了，你走不进来课程。那么接下来我送你们一份福利，只要你是我的粉丝，你就可以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免费报名我价值1000美金的2024年最新的股票投资班。所以当大家都不愿去消费的时候，有一个人呢就从天而降的出现了，他的名字呢就叫做凯因斯。我大学的时候呢读了4年的书，就是研究这个人的。这个人告诉当时的新总统，当所有的人都不愿意花钱，宁愿自己手握着现金的时候呢，那政府呢就要插手了。比如说发个国债，向国民借钱，借到钱之后呢，你就可以代替他们把钱花出去。比如说投资一些民生或者是基建，甚至去救一些快要倒闭的企业，这就是医治经济大萧条的药方。然后这新总统呢，他还真的敢跟着来做，不断的借钱来花，请了很多人来植树啊，防止水患啊，修道路啊，建房啊，建机场啊，建医院啊，建学校啊等等。这就是一开头所说的1932年最无脑的赚钱机会。
因为那个时候只要你下海做生意，你做什么都是赚钱的。比如说你不知道做什么，然后政府呢就会告诉你，你可以替我盖个学校啊，政府呢主动把这个项目给你，然后还说只要你接这个项目，我可以先付钱给你。而这个时候呢，因为大萧条刚结束，你去做生意，你请个人租个办公室都是很便宜的，甚至说是免费的。那么其实呢，这就跟派钱没什么区别了。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呢向所有的人借钱，然后把钱呢给到那些敢下海创业的人，而这些人呢就拿着这笔钱把你招过去，然后呢让你去替他打工。也因为这样呢，失业率直接下降了一半， GDP 呢直接翻了1倍。出来闹事抢东西的罪犯呢越来越少了，大家都有工作了，都不怕了，所以呢就愿意出来消费了。而那些下海创业的人呢，全部成为了当今最顶尖的富豪。那新上任的总统呢，也成为了美国最受欢迎的总统，叫做罗斯福。因为他还做了一件事，就是把这经济大萧条再次发生的风险呢转移到其他的国家。他上任了之后呢，直接废掉了金本位。之前的影片也讲过，以前美国的国库里面呢要有黄金，这样呢才可以去印美金嘛。因为只要我们拿着美金，就可以去美国的国库里面兑换黄金嘛。然后这罗斯福呢，直接就废掉了这个金本位的政策，也就是说，从那天过后，美金从此就不能在美国的国库里面换回来黄金了。美国人想要印多少钱就可以印多少钱。这样呢，只要美国出点什么问题，他们就可以透过印钱，然后跟自己借钱，然后把钱花出去。而全世界国家呢，因为要用美金来买石油、黄金，还有用美金来跟其他国家做生意，所以呢，他们也必须要跟美国借美金来做买卖。也因为这样呢，美元正式霸权了，美国正式的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公认的世界帝国。它不需要像英国一样去占领一个国家的领土，拥有殖民地，去到哪打到哪，因为这玩法呢是有物理的界限存在的，这是太费钱费力了，而且太不文明了，要死人的。所以美国它玩的就是透过资本对全世界进行分工，还有利益的分配，然后让全世界都对它臣服，也就是所谓的金融殖民，直接兵不血刃的去入侵和掠夺。什么意思呢？首先，他以自己为首创立了美联储，成为了全世界的金融中心，透过印钱和借钱制造出来大量的美金，然后他们只需要把美金花到全世界，让其他的国家负责制造东西，什么脏活啊、累活啊，都让全世界的人来做。美国呢，就只是要出钱，比如说欧洲就负责发明一些创新的技术，非洲、中东呢就负责提供生产的资源，东南亚呢就负责成为世界的工厂，把东西做出来。然后当钱花的差不多的时候，东西买的差不多的时候，其他的国家都养肥了，变有钱了，就透过美联储的政策把美金呢吸回美国。比如说之前一直讲的升息和降息的剪羊毛，还有自己军事上的一些影响力，让其他国家的经济呢去崩盘，然后再从底部用升值的美元去抄底其他国家贬值的资产。比如说他们买了垄断日本经济的几大商社，买了垄断韩国经济的几大财阀。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全世界只要是优质的公司呢，其实背后呢都有美国那些金融大鳄的一些身影的。也因为这样，全世界的人开工厂卖资源，加班拼命的赚钱，到头来其实都是替美国资本家赚钱的。也因为这样，美国就把这个经济大萧条的风险转移到全世界。这个也是为什么我说100年以来的大萧条有可能再一次浮现的原因。其实你现在也可以看得到，无数的国家都有少子化的问题。比如说日本，大家都不想要生小孩了，甚至连个恋爱都不想要谈了。又比如说韩国，很多人都想要躺平了，就是饿不死就好了，我赚钱又有什么用呢？房子车子又买不起，就算买得起也要是贷款去买，一旦我贷款了，其实就是成为了美国资本家的奴隶嘛。我们就要不断的工作，不断的还钱。所以你可以看得到，现在很多的国家，又比如说这中国内地的房子盖了，但是没有人去买啊。德国的很多车做出来了，也没有人要买啊。你看 Benz， 以前呢都是有钱人才能开的，现在什么 A 级车都出来了。前几天呢我开车，有个开 A250 的在我旁边炸街，我就笑了。也就是说，其实全世界的发展呢就开始慢下来了，产能呢也开始出现过剩了。而且美国敢开印钞机，是因为大家都要用美元来买石油嘛。
但是现在全世界工业都已经发展到瓶颈了，对石油的需求呢已经见顶了，甚至开始下滑了。而且石油呢现在也不一定要用美金才能买了，所以美国就好像在老鼠圈里面不断赛跑一样，它必须要制造出新的一轮科技革命，然后让全世界用美金来买美国的新科技技术。你比如说当年的互联网革命嘛，直接就会淘汰了无数的实体行业，而这就是美国那边玩起来的，所以就有了亚马逊、微软、Facebook 等等垄断世界的公司。那么其他国家如果不想要自己的科技落后太多的话，被全世界看不起的话，就必须要先找到美国交学费，然后跟他们学习这些技术。但是现在该学习的技术呢，全世界都基本上已经学会了，谁不会上网呢？谁不会看 YouTube 呢？对吧？所以美国呢就必须要推一个新一轮的技术出来，也就是透过 AI 人工智能来做科技的革命。而且这项技术呢必须要是领先全世界的，这样其他人呢才会想要跟我们美国去学，然后呢才会将美金作为学费。所以呢你可以看得到 AI 这个概念出来之后呢，所有跟 AI 相关的美股都已经暴涨了。比如说我们年头开始买的 Nvidia 还蛮开心的。但是赚钱是一回事，赚到的钱越多呢，我们越要步步为营，因为这跟当年互联网泡沫越来越相似了。你会发现当年也是一样，只要你的公司能够挂上跟新科技有关的，那么你的股票呢都会无脑的暴涨。现在是不是也是一样呢？只要跟 AI 有关的都能涨到看不到车尾灯了。但是 AI 真的是完全落地了吗？元宇宙的世界真的已经来了吗？之前很火的 NFT 现在怎么没人提了呢？所以我绝对很相信 AI 未来肯定是会落地，但是现在这个概念却还是在天空上面去飞呢。现在投资进去的资金呢，是真的提前布局吗？还是说只是想要拉高股价，吸引全世界散户进场，然后在高位割韭菜呢？这个股市更像是一部提款机。很多人不知道，比尔盖茨呢早就已经偷偷的减持他公司的股份了，还有贝索斯、扎克伯格等等也都偷偷减持自己公司的股份，然后默默的去布局大萧条时候的5大资产。注意听了，第一项资产呢叫做土地。你会发现比尔盖茨过去几年都在干嘛？直接收购了天量级别的土地，而且大部分还是农地，已经买下来了26万英亩的土地了。这是什么概念呢？等于10个巴黎、2个纽约的面积啊。然后亚马逊的贝索斯呢，他也买了42万英亩的土地。美国的媒体大亨特纳呢，也买了200万英亩的土地。扎克伯格呢，更花了20亿美元干嘛？不是研究元宇宙啊，而是加班加点的去修建一个叫做末日城堡的东西。而最近很火的 ChatGPT 之父呢，他赚到第一桶金以后，第一件事情呢，不是投放更多的钱去研究什么 AI， 而是去买了一个很大的农场。那么好端端的这些搞科技的大佬呢，怎么都去囤地呢？要养猪吗？我们不要讲什么阴谋论的，就看数据嘛。每次只要美股崩盘了，比如说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美股跌了50%左右嘛，但是美国的农地指数呢，却反而是暴涨了17%的，而且它是可以租、可以卖、还可以种地的。如果是比收益的话，美国农地呢，在过去20年都是不输于美股的。如果要比这个波动性的话呢，还更低啊。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身边很多的老板呢，都已经跑过去美国买地的原因了。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农地呢是可以来种粮食的，这也就是大萧条来临的第2大资产。农地最大的用途是什么？就是生产粮食。但是你会很好奇，现在这个社会还会缺粮食吗？你随便当个乞丐也不会饿死啊。但是在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呢，还有战争加持之下呢，那么最贵的就是粮食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战争呢其实离我们不是很远的，很多的国家呢其实现在已经在打了，只是说你可能觉得跟自己无关罢了。而且美国最近有很多反犹太的一些活动，那这些我就不讲了。所以呢，这些美国的富豪呢都是在抢地主啊。如此大的规模去囤地，未来这个世界可能发生什么事呢？可能春江水暖，只有鸭子先知了。那么第3类资产呢，连全世界无数国家都在买的，就是黄金跟白银。
这些呢是我一直以来都会去买的一些避险资产。每当我在股市里面赚到美金，我就会把一部分兑换成黄金或者是白银，因为很简单，只要美元或者是整个经济崩溃了，我们手上的钞票呢将会一文不值的。而这个时候呢，世界上只会使用一种货币，那就是上帝制造的货币，也就是黄金或者是白银。那这些之前的影片也有讲过，很简单，我黄金可以兑换任何的货币，但并不是说任何的货币都能兑换成黄金了。这几百年来，无数的货币都已经消失不见了，唯独黄金，就算我们人类灭亡了，它也依然会存在这个世界上面。而如果你跟我一样，想要守住自己的财富，或者是在经济大萧条的时候有足够的子弹去抄底其他贱卖资产，那黄金绝对将会是最值得买的资产，因为任何一个普通人也能够买得起。而且我的黄金买了以后呢，就不打算卖了。关于黄金的布局呢，等一下你可以看我以前的影片。而我第四大的资产呢，就是人民的货币，也就是比特币。我年头的时候呢，买入了黄金期货跟比特币，然后前段时间呢也卖了不少，目的呢就是为了投机赚钱嘛。所以只要它们的价格有上升的趋势，然后突破了某些最佳买入时机，那么我也会去买入，也有超过40%的回报。这些呢都是有影片为证的，不能造假的。那么这时候很多人就问我，最近有什么可以投资的啊？有什么可以赚钱的啊？那么如果我告诉你的话，实际上呢我就是害你。为什么呢？你就去看全世界最厉害的股神巴菲特，他比我厉害多了，对吧？那么他每年都会公布自己买了什么样的股票，所以只要他买了什么，你跟着去买不就好了吗？所以结果呢，比如说巴菲特说他最喜欢苹果公司了，说完了之后呢，苹果的股价就暴涨了，所以呢你就跟着来买，对吧？结果就是你买入之后的当天、第二天、第三天股价就跌了，你直接就亏钱了。那是不是说巴菲特骗了你呢？这时候你要不要去卖呢？如果说你止损了，认赔了 ，OK， 它后面的股价又涨了，这时候你还敢不敢重新的买回来了？也就是说，你只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你只是想让人家把这个饭喂到你的嘴巴里面，你完全不学习怎么去夹菜。一旦这个人呢不喂你了，你就饿死了，甚至说人家喂你的食物也并不是你想要的。那么股票也是一样。我们买股票都能够赚到钱，唯独你买就亏钱，不是说因为这只股票有问题，而是因为你完全没有一个完整的系统。就算我们发现了大牛股了，也不知道后续应该要怎么去做，不知道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买多少卖多少，你一样都是要输钱的。甚至说你会不信任，因为你完全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明明股价都涨得那么高了，为什么还要去追呢？最后呢，后面涨得更高，甚至翻倍，你不能理解。就算给你一个号码，你也不会去跟进的，也不敢要投钱的。所以你的结果呢，还是一样。你长期这样下去呢，要不就是一无所获，浪费时间，要不就是输钱，而且你还会非常的恨我，对吧？为什么我要去害你？所以你必须要知其然，还有知其所以然。如果说你想要学习我投资赚钱的心路历程，只要你是我的粉丝，你就可以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免费报名我价值$1000的2024年最新的股票投资班吧。如果你错过这次投资班，你后续拜师的代价就会更重了。好了，过去比特币和黄金期货对我来说就想像股票一样，就是一个投机的工具。但最近呢，我却有打算长期的持有比特币。为什么呢？不是因为我看好比特币会继续的暴涨，而是我更看好有一天经济危机出现的时候，比特币将可能比黄金白银更能成为下一个最值钱的避险资产，因为它是人民的货币。我长期持有一项资产之前呢，我会考虑它能不能变现。你可以看得到，马斯克他自己也是比特币的支持者，很多的国家呢也已经很欢迎使用比特币来交易了。而很多人还觉得比特币就是一场骗局嘛，没有任何的价值。但问题是，这场骗局从08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有10几年了，它的价格呢反而还不断的在涨。那么这10几年以来呢，如果你被比特币真的骗了，你买了比特币，你会发现你现在已经是富豪了。但是如果这10几年你没有被骗，你持有伟大的美元，那么你会发现你的财富直接贬值了。以前你是个百万富翁，用100万美金就可以在纽约富豪区买套豪宅，现在呢，买套豪宅的厕所吧。那关于比特币的布局呢，有兴趣可以给我留言，以后我会拍更多的影片。
至于说最后一项资产呢，可能只有美国才能合法的去持有，那就是枪。你去一趟美国，你随便走进一家便利店，你就会发现有一群肌肉男很随意的把便利店里面的产品都放到自己的背包里面，然后慢条斯理的走到结账柜台前面，笑了一笑之后呢，就马上跑了。警察呢虽然在外面看着，但也不会去追，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种零元购跟合法是差不多的，只要你抢的东西呢是低于这个好像是$950，那也只是轻罪，所以捉跟不捉呢其实是没什么区别的。捉进去呢，监牢太多人了，你还要去养它，也因为这样，无数人偷完东西，一转身就在亚马逊这种平台把东西很便宜的卖出去赚钱。而这种情况在经济大萧条的时候会更加严重。所以如果说我们身在美国，那么这一项资产就必须要配备了。以前呢，我对枪呢也是很反感的，是罪恶的来源。但是我后来又思考了一下，如果说要用工具来杀人的话，那要用什么都可以杀人嘛。但如果说要用工具来防卫的话，可能在那个时候只有枪呢才可以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保护好自己。所以如果说我们要在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守住财富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提前的去布局这5大资产，这样呢我们的钱呢才不会被无形的洗劫。等到大萧条真的来临的时候呢，我们的资产将会逆势的升值，到时候我们就有足够的财富去抄底那些被贱卖的其他的核心资产了。好了，接下来我影片上架时间将会更改一下，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错过的话，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